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射雕遭争议，肖战无惧挑战，在名利场里摸爬滚打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而一次失利，往往是重新洗牌的机会。不久前，由肖战领衔主演的《射雕英雄传》释出首支预告，舆论瞬间沸反盈天，赞谈之声交织，但质疑的声浪显然盖过了期待。有人诟病其扮相与固有印象相去甚远，有人认为其演绎方式未能精准捕捉角色的神髓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。缘何会引发如此争议？究其根本，盖因《射雕英雄传》乃是华语武侠文学中一座巍峨丰碑，历经多次影视改编，早已在观众心中构筑起一套既定的审美范式。此番一角由流量演员担纲主演，自然会接受更为严苛的审视，任何细微的偏差都可能被无限放大。平心而论，将作品的成败完全归咎于演员，未免有失公允。任何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，都离不开精良的剧本、运筹帷幄的导演，以及精益求精的后期制作。演员不过是链条上的一环，其发挥空间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整体的创作环境。好比建造房屋，即便拥有上好的砖瓦，若缺乏精妙的设计图纸与技艺娴熟的匠人，终究无法铸成坚固美观的建筑。诚然，肖战凭借俊朗的外形以及在《陈情令》中的出色表现，赢得了大批拥趸。然而，外貌并非万能通行证，演艺事业终究要靠实力说话。回望那些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无一不是凭借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。《陈情令》的成功是剧情、制作、演员间化学反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绝非一人之功。再回到《射雕英雄传》的讨论，预告片遭遇差评，或许更多源于剧本对原著的理解偏差，以及导演在把控上的失误。究竟是意在忠实还原，还是锐意创新？倘若剧本本身缺乏打磨，人物塑造苍白无力，那么即便演员再卖力，也难免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。这类现象在演艺圈屡见不鲜。某些自带光环的艺人参演了粗制滥造的剧集，遭受口诛笔伐。然而细究之下，往往会发现症结在于粗劣的剧本、胡乱指挥的导演，以及漏洞百出的后期制作。演员不过是替罪的羔羊。犹记得曾有一部影片斥巨资打造，汇聚了众多明星，却在上映后遭遇滑铁卢。事后方知，导演对作品的主题和风格缺乏清晰的认知，演员也只能按照模糊的指示进行表演，最终导致作品质量大打折扣。另有一些网络文学改编剧，为了迎合市场需求，肆意篡改原著情节，将经典作品改得面目全非。这类作品，即便邀请再具人气的明星加盟，也只能激起观众毁童年的愤怒。因此，评价一部作品，不应仅仅着眼于演员，而应审视整个团队的协作、剧本的质量、制作的水平。演员固然举足轻重，但他们只是构成作品的要素之一。遭受质疑，无疑为肖战敲响了警钟。流量是一把双刃剑，既能助你扶摇直上，也能让你跌入深渊。要在演艺道路上行稳致远，终究要依靠过硬的专业素养。所幸他仍有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与张婧仪联袂主演的《藏海传》即将与观众见面。这部以武侠权谋为主题的作品，甫一公布便引发了广泛关注。期望他能借此机会精进演技，遴选优质剧本，为我们呈现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。大众常常习惯用放大镜来审视公众人物，对他们的期望也格外严苛。但我们不应忘记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同样会犯错，同样会遭遇挫折。关键在于，他们能否从挫败中汲取经验，能否持续精进自身，能否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
我们对《藏海传》抱有期许，也希望肖战能用实力回应质疑。毕竟，人生之路难免会有磕绊，重要的是拥有从头再来的勇气，掸去身上的尘土，继续砥砺前行。期望他能铭记，演员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其所塑造的角色之中，而我们也应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，助力他们成长，在演艺道路上绽放光芒。